秋月，抱紧了，别松手。爹打听过了，这样睡能旺夫。旺夫？还没进门就让我天天跟死人玩意儿睡一屋。爹，您是想旺夫，还是想让我早点下去？你说什么？你哥年纪大了，家里穷的叮当响，谁家姑娘肯嫁进来？要不是为了换嫁过去给你哥娶媳妇儿，我也舍不得把你换给苏家那个病秧子。今天苏家来人催了，我看时候也差不多了，明天就把女儿嫁过去，给儿子换个媳妇儿回来。爹娘，我不想……哎，快去吧！苏家大郎是个秀才，原本也轮不到我换嫁过来，只是前年开春他病了一场后，身子骨就一直没好利索，眼看着人就要不成了，这才想了个办法找人嫁过来。家里又穷，没人肯嫁过来，便想出了个换嫁的法子，用自己家的闺女换别人家的闺女嫁进来。欢迎你嫁过来。孩子，你先进去吧。这就是苏家大郎啊！原本17岁就中了秀才，本该是封神俊朗、前程大好的官老爷命。苏家怕你早娶亲耽误前程，硬是拖到把你拖成了这个样子。现在没钱请郎中，没人肯嫁，才想出换亲的法子，让我这个穷丫头进来照顾你。唉，真是造化弄人，病成这副鬼样子，倒也真叫人心生同情。嫂子，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快别哭了，让人看见了不好。我这心里苦呀，原本谁不羡慕咱家有个读书的好儿子？从前苏文远中了秀才，乡亲们为了免税，把地都挂在他名下，苏家吃穿不愁，那是何等的风光。可如今，人人羡慕的公婆，也熬成了人人叹息的苦命人。小乡村终究是飞不出金龙嘛。秋月，如今你嫁进来了，大郎便是你的夫君，你们夫妻二人以后要一心一意过日子。这汤药，往后就由你来喂他吧。唉，既然进了门，这就是命。来，张嘴。啊！畜生，畜生，偷喝了大郎的药，等会儿看我不一脚踩扁你！难道这药有问题？先把老鼠藏在这里吧，等明天早晨人少了再埋到外面，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秋月，你拿个袋子要干什么去啊？妈，我去挖点菜，装进袋子里拿回来给大郎煮汤喝。注意安全。好。这几天大郎的药都是婆婆亲自盯着熬的，定时定点，半刻不差。那方子也是青石镇赛泉许大夫开的，婆婆信他如信神。婆婆经手的药要是没毒，那问题只能出在成亲那天。不行，我要去找婆婆探探消息。妈，最近谁给大郎熬的药啊？秋月呀，我实在太忙，这当娘的顾不上药炉子，就只好把熬药的事儿全托付给你二婶了。二婶那人心倒挺细，可不是嘛，她跟我是妯娌，这些年好的跟亲姐妹似的。自从大郎病倒，她忙前忙后出了不少力，有时候还得麻烦她来喂药。二婶刚嫁进来的时候，口碑确实比婆婆强，
婆婆人老实，像个巨嘴葫芦不吭声，全仗着生了个好儿子才在村里长了脸。分家后，我俩也常结伴去洗衣服送饭，原先哪用得着别人帮咱们啊？我那苦命的儿啊！大郎，慢点，我在这儿。热不热？有点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秋月，林秋月。秋月，真是个好名字。我叫苏文远，以后我若是死了，你也不要为我守节。秋月，记住，你不欠我什么，你要改嫁我也不会责怪你，知道吗？我这段日子仔细观察过了，只要二婶不来，大郎的病就不至于要死要活，清醒时还能陪我聊上几句。公婆为了凑医药费，天天在地里拼命，这照顾大郎的活儿全落在了我头上。秋月，忙着呢，来，我帮把手，趁热把这药给大郎喂了。从我进门起，这二婶就热情得过分，大郎都快病死了，他这劲头咋就这么足呢？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这药多贵重啊！二婶，真对不住，我这手抽了一下。算了算了，这药不能断。这样，我这就把剩下的药材拿回我家去熬，熬好了我再送过来。药是他拿回家去熬的。这些年，他深得公婆信任，周围邻里也夸他是难得的大好人。出门在外，谁不夸二婶一句好？可这药，我嫁进来这些日子，婆婆虽然话不多，但通情达理；公公虽然沉默，却也不是胡搅蛮谈的性子。若非苏文远病重，我哪里能嫁进苏家？更别提让苏秀萍换嫁到我家了。妈，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关于大郎的药。往常都是您去青石镇拿药，爸要忙地里，还要照看大郎，您最清楚这药。我总觉得二婶送来的药有些不对劲。大郎媳妇儿，你想多了吧？你二婶向来热心，我跟她处了这么多年，还能不知道她？妈，您跟我来。妈，您看，这就是那天舔了地上的药，当场断气的老鼠。妈，从头一天我就怀疑这汤药有问题，只是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也许是我没跟二婶相处太久，才觉得她那股子热情劲儿不对。这怎么可能呢？您还是不信？这药可能人吃了不至于立刻断气，但老鼠舔一口就没命。我知道现在没人信我，但我今天非要让您看个明白。待会儿二婶过来送药，我来试探二婶，您躲起来看清楚了，等二婶走了再出来。秋月啊，这药可珍贵的很，这回可千万拿稳了，别再撒了。二婶，我公公找您有些事，您要不先去找我公公吧？记得趁热喂药啊！他平时就爱哭，这会儿哭得惊天动地，倒也没引起旁人的怀疑。秋月，你明天跟我去一趟镇两，让大夫看一下这药。苏家大嫂，今儿怎么多带了个人？往后啊，就让大郎媳妇儿替我跑青石镇拿药了，我这身子骨时时忙不过来。大嫂，这怀里抱的是啥好东西？这么金贵？大郎近几日吐的痰，我拿去给许大夫看看。我这位婆婆平日闷不作声，没成想演起苦情戏来竟这么有天分。即便是我听了这话，也忍不住想跟着恶心一番。我现在甚至怀疑大郎的聪慧都源自于我这位往日不显山不露水的婆婆。她一句话就成功恶心跑了一群瞎打听的人。许大夫好。今日又是来给大郎开药的。许大夫，想请您帮忙看看，这药里头是不是加了别的东西？诸位稍后，我有要事处理。
这药方子倒是没开错，闻着也没问题，只是这味儿闻起来隐约有股子不该有的酸涩味道。这是婆婆昨晚为了防止汤药变淡，特意放在井水里冰镇过的。有点涩口，又有点咸。按说不应该有咸味儿，除非是跟砒霜。砒霜！砒霜，这可是最毒的药。还好，这砒霜下的量不算太多，药死老鼠绰绰有余，但想药死一个成年男子，还是不够的。难怪苏秀才用了我的药，病情总是反复，时好时坏。原来根子在这儿，这是有人诚心要砸我的招牌，更是要大郎的命啊！砒霜这种毒药，小医馆没资格碰，只有我们回春堂才有权买卖，且每一笔去向、人名、用途，官府都要核查。苏二婶是大郎病倒前几个月，你们苏家二婶亲自来过。她说家里闹鼠患，要买点砒霜回去药老鼠。他买砒霜那里是为了毒老鼠，他是在毒我儿啊！我儿是被他用砒霜活生生毒成这样的。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大林被下了多少砒霜，虽然每次量少，可架不住天长日有的喝呀。万幸大郎命大，被他媳妇儿给识破了，否则就照那个喝法，再过上几天就要一命呜呼，大罗神仙也难救了。这种被至亲背叛的愤怒和无力感，压得婆婆喘不过气。我也没想到，那个整日笑眯眯的二婶，心肠竟比砒霜还毒。大郎媳妇儿，多亏了你，多亏了你心细啊！要不然我儿到死都不知道是死在谁手里的。这可是活生生的要置人于死地啊！平日里和和气气的二婶，她怎么敢？她怎么下得去这种狠手？我没得罪过她呀，分家的时候她想要什么我都给她了。这些年我从不跟她争抢分毫，她到底图什么？她怎么敢害我儿啊？妈，药已经换了，许大夫另开了排毒调理的方子，大郎会有救的。我想了半天，唯一的解释大约也就是嫉妒了。苏文远眼看着成了秀才，以后说不定会一飞冲天，官运亨通。对比二婶家那个资质平庸、只知种地的儿子，恐怕就是云泥之别。大嫂又给大郎抓药去了，到底是中过秀才的人，命就是金贵，可不是哪像二婶家那个，长得老实笨拙，只配在地里刨食。女人都是护崽的，二婶被这样对比打压了这么多年，那嫉妒心恐怕早就烂透了心肺。药抓回来了，婆婆真是个干大事的人，沉得住气，竟能忍下常人所不能忍。要是我，恐怕进门就要闹翻天了。大郎的聪慧绝对是遗传了他。那碗药，他终究是端出去了。这不是二婶吗？怎么掉河里了？妈，二婶她……我给她留了面子，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没捅出去，也算保全了她作为苏家媳妇最后的体面。证据确凿，我当面把那碗药端到她跟前时，她想抵赖也不成。我只给了她2个法子，要么亲口告诉我害我儿子的理由，要么我就直接报官。当然了，我又没逼着她去死，是她自己心里有鬼想不开，这才出了意外。这跟旁人有什么关系？我看着眼前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婆婆，心中满是敬畏。她既不得罪二叔家，又干脆利落地除掉了要大郎命的罪魁祸首。为了防止你二婶可能会狗急跳墙，所以在那晚我特意告诉二婶，如果自己回不去，家里的儿媳妇林秋月手里也握着证据，定会立刻报官。你二婶知道咱俩一起去了青石镇，做贼心虚的人被我这么一炸，当场就慌了手脚。二婶也是个绝狠的人，选了投河自尽这种最不容易出错、最能保全自家名声的死法。这样一来，村里没人知道她害过大郎，更没人知道她是畏罪自杀。苏家秀才宫的名声保得滴水不漏。
我那可不是为了帮他遮丑，我是在给我儿积德。我这锯嘴葫芦似的婆婆，平日不声不响，真是个闷声干大事的狠角色。我的好弟妹呀！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撇下我们走了？你让我以后跟谁去说知心话呀？瞧瞧，这妯娌俩处得跟亲姐妹似的，真是难得。苏大嫂真是个厚道人，哭成这样，心疼死个人了。婆婆这演技真叫人后背发凉，怕是能把地底下的二喜气得再活过来吐3升血。擦干眼泪，她又是那个为了儿子能撑起一片天的母亲。大郎，我一会儿带你出去透透气吧。今天太阳好，我给你洗洗头吧。他大概也察觉到了什么，只是这苏家有些真相只能烂在肚子里。干净多了，一会儿进屋歇着。秋月，我想看看书。不过2个来月，这换了药的大郎见日子好转，如今都能自己下地慢慢挪步了。我总不能永远做一个废人。秋月，这段日子我感谢你的照顾，我苏文远在此立誓，将来必将让你过上好日子。你是夫君，我是媳妇儿，说这些见外了。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并没有多深的感情，我只是觉得既然进了苏家的门，成了人家的媳妇儿，就得把日子过下去。说不委屈是假的，我心里其实也是恨过的。我曾没日没夜的恨我爹娘为了给哥哥娶妻，就活生生把我推进这火坑，嫁给一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可现在我不恨了，公婆对我没有半分苛待，这家里唯一的没打补丁的新衣裳全在我身上。快趁热吃了，你这些日子照顾大郎辛苦，得补补。秀萍还在家的时候，那性子成日里叽叽喳喳的，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半刻不得闲。你男人最惯着她，有时同窗好友宴请，他总能记着带回包点心给她，要么就偷偷攒钱，扯块颜色鲜艳的花布让她做衣裳。要是没有二婶那档子丧良心的事儿，他们兄妹俩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啊？妈，事已至此，谁也没办法更改命运。您放宽心，我爹娘也是通情达理的人，秀纯换嫁过去，他们必然不会苛待儿媳的。我满以为这换嫁的日子总能各安此命，我爹娘好歹能念在我的份上对秀萍好些，可没成想，这话刚说完没几天，现实就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他竟然回来了。绝户呢，就开始养上这些畜生了。我这个当女儿的在林家受罪，倒是便宜了某些外人在这里享福。我的鸡，你为什么要踩死它？这8只小鸡是我用身上唯一的一枚素银簪子换来。我出嫁前，我父母自知理亏，将家里唯一的银簪子塞进了我手里。苏家为了给大郎治病，早就耗尽了家财，连买药的钱都紧巴。我是为了给苏文远补身子，才狠心当了嫁妆，买了这8只鸡苗，指望着他们长大下蛋。苏母和苏父为了这几只鸡，又是雷鸡窝，又是赞麦麸，全家都当宝贝。没想到还没高兴几天，就被你生生毁了一只。哭什么哭？不就一只畜生吗？我在林家被人打骂不休，日子过得猪狗不如。嫂子你倒好，换嫁过来没多久，竟然都有余钱养鸡了。公公婆婆还在地里忙活，你算准了家里只有我和卧床的大郎，这是要把在林家受的委屈全撒在我头上，在这家里猴子冲大王呢。你给我住口！那鸡是你嫂子拿自己出嫁唯一的银簪子换钱买的，那是她的私产。家里原本剩下的那点银钱，
一部分留给我吊命买药，剩下的一大半全让你带走傍身了。娘甚至连最后那2个压箱底的银镯子都给了你。苏秀萍，你要是觉得不满，尽可以找我发泄，怪我这个当哥哥的拖累了你，让你没能嫁进高门大户，耽误了你的前程。你有什么脸在你嫂子面前撒泼？你找他撒什么泼？苏秀萍，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恨就恨我，别回来指桑骂楣。你既然说被打了，那就要说说被打的缘由是什么。倘若林家当真待你不好，无故欺辱，我苏文远便是拼着得罪妻子和岳丈家，也要让你和离回来。好，你现在告诉我，妹夫到底为什么打你？到底还是亲哥哥知道亲妹妹的底细。苏秀萍，你闹够了没有？他没有偏心任何人，也没有逃避现实，他敢承认过错，也敢承担后果，字字句句都在护着我，说着我的好。若是他没遭这番劫难，凭这份气度和担当，该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好夫婿。别瞎想了，眼下的麻烦还没完呢。我知道你出身秀才宫门第，看不上我家这种泥腿子，但你也不必如此折辱我。苏秀萍，你把话说明白，到底是谁欺负谁？苏秀萍，你居然敢背着我跟赵五爷家那个纨绔儿子混在一起，你甚至还求着人家想办法娶你进门做妾！妈，快，大郎媳妇儿还有秀萍，搭把手把你娘抬到房里去。秋妍，是我们老两口娇女无方，让你受委屈了，你先消消火，咱们慢慢说。婆婆这口气总算缓过来了，她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秀萍这孩子从小就掐尖要强，事事都想抢先，那副性子真不像她亲生的，反而更像二婶家那个。到底是在家里娇惯大的，在苏家时虽然脾气骄纵点，好歹还守规矩，谁能想到换嫁出去才多久，竟能做出这种败坏家风的出格事来。秀萍啊，当初换嫁，爹妈自知对不住你，出嫁时特意把家里那点救命钱分成2份，连2个压箱底的银镯子都给了你。可我千算万算，硬是没算出你能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原先在家里你是女孩，我和你爹什么时候让你吃过苦受过罪？连你哥都处处纵着你，这才把你宠成了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小时候邻里夸你哥要做大官，说你以后高低也是个官夫人，我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莫要偏听偏信。你哥出息了能照付你，可你自个儿是什么出身？你爹你娘是泥腿子，人家看儿媳妇先看爹娘，哪有看兄弟是什么人物的？再说你哥再厉害，你大字不识几个，嫁到大官家里能干什么？当睁眼瞎让人笑话吗？从小让你读书，你就知道比吃比穿，字儿没学几个，臭毛病倒学了一堆。今儿我把话放这儿，你想和离，我不强求秋妍非要你不可。但是你别想着去给那什么人家做妾，明媒正娶的娘子你不要，偏要那种花里胡哨的自甘下贱，你是那块料吗？秋妍呐，是我们苏家没教好孩子，让你受大委屈了。岳父岳母，大舅哥，看在两家情分上，和离的事先放一放，就让苏秀琴在家里待着，好好冷静冷静。秋妍，天色都晚了，好歹住上一夜再走。秋月，好好过你的日子，哥哥对不住你。苏家媳妇儿，你家小姑子咋住好几天了？大妈，秀萍想家了，回来住几天娘家。哎呀，看这模样，秀芬，你怕是有了，快进屋歇着。快来人！不用请郎中了，让他看清楚，这是放妻书。秋妍，秀萍怀了你的骨肉啊，你怎么能……我的骨肉？我已经整整3个月没碰过她一指头了。她肚里这月余的身孕，到底是哪来的野种？不用再问了，自家闺女亲手织了顶绿帽子送给夫君，这丑事算是坐实了。
秋月，和离书我已经做主让你哥哥签了。我这个做哥哥的若是再拦着，倒显得是我的不是了。只是有一条，这路是他自己选的。日后若是他在赵家再闹出什么祸事，也不要想着再回来求爹求。为了送走那个不省心的妹妹，他撑着还没好全的身子硬闯了赵家一趟，回来便大病了一场。我忙前忙后的换话、喂汤，足足照顾了4、5天，他的烧才渐渐退下去。秀萍，到了赵家也要多跟家里联系。有的蛋留着孵小鸡，有的全得给那苦读的书生补身子。今年是个好年景，再加上记在大郎名下的那些免税田分了粮，家里总算宽裕了。秋月，咱们苏家对不住林家，教出那么个不争气的女儿。这点子钱和粮食你带回去，全当是替咱们两老给林家赔个罪。这是给亲家母的，快去吧。哥，别在家里窝着了。出去干啥？让村里人笑话我没出息，连自个儿婆娘都看不住，让人家给戴了绿帽子。妮儿，苏娇女无芳，真是苦了你了。你在婆家要是过得不好，你就回来。哎，爹娘错了，当初真不该为了你哥就把你换过去。既然当初为了哥哥能娶亲已经舍了我，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我这次回来是带了大郎的话，他说你在家定然心烦，与其窝在村里听那些风言风语，不如去镇子上开开眼界。你虽然不顶聪明，但胜在人老实踏实肯干，去做个学徒多出点力，早晚能出徒，总好过在那楚啃一辈子。妹子，我想通了，我去。这是大郎给以前同窗好友写的推荐信，你去那家布庄试试。苏文远这人性子坚毅，二婶为了他这么多年砒霜都没能毒死他，可见他命硬顽强。跟着这样的人，我哥或许真的能闯出条路来。秋月，这2个字念相依，左边是木字旁。他白日里苦读诗书，却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不过小半年的功夫，我已经识了不少字。妈，您看，当初我特意多挑了母鸡，虽然贵点，但现在真能见着回头钱了。没过多久，苏文远就过上了天天能吃鸡蛋的日子。大郎媳妇儿，你快回屋歇着，地里的活有我和你爹，你在家照顾大郎，喂喂鸡，做做饭就行。妈，这怎么好意思？你嫁进来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咱们全家心里都有数。往后啊，绝不让你这么忙前忙后的受累了。大郎，趁热把蛋羹吃了，这是刚下的头茶蛋。秋月，你先过来一下。怎么了？你嘴边沾了东西，别动，真有东西粘在那儿了。擦掉了吗？没呢，还在那儿，你往这边凑凑。来，咱们一人一口。你要是不吃，我这碗剩下的也不动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倒长了一身小孩子脾气。他这个犟种我最清楚，若真说不吃，那是打死都不会再动一口的。等等，我们2个刚才一直是在共用同一把勺子。笨蛋！慢点，是不是又着凉了？没事，大概是吃急了。许大夫私下嘱咐过，他被毒物伤了内力，这病根怕是彻底扎下了。大郎媳妇儿，千万别把事情漏给他，他还得考功名呢。妈，我知道，我也只能劝他病去如抽丝，得慢慢将养着。到底是个妾，过年过节虽能回来，却也是规矩重重，没个男人陪着。秀萍，你的肚子……妈，我前些日子不小心滑了胎。瞧他那心虚样，究竟是怎么个不小心？恐怕只有那吃人的赵府知道了。为了秋薇相视，他简直是拼了命在读。我睡了，他还在用功。大郎媳妇儿，你快住手！这鸡才养了几天呢，你就这么给杀了？妈，大郎这身子骨如果不补，怎么撑得过那9天的3试考场？杀吧，杀吧，终究是儿子的命更要紧。即便大郎要补身子，可这鸡
这鸡才养了几天，它每天还下蛋呢，断了这蛋，往后日子怎么过？妈，鸡重要还是大郎的功名重要？大郎要是中了，多少鸡埋不回来？爸妈，您二位操劳一辈子，这鸡腿您得吃。这是给大郎补身子的，我们哪能吃？大郎那份我留足了，这是儿媳的一点心意。您二位不吃，大郎心里也不安。秋月，辛苦你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也不让你喝这淡水一样的鸡汤了。妈，乡试就在眼前了，得准备的再厚实些。是啊，听说艺考就是3场，加起来要整整9天呢，里面冷得紧，万一变天受了寒，大郎的身子可吃不消。两位兄弟，大郎身子虚，这一路去省城，烦请多看顾看顾。万事当心，身子最要紧。今儿是第3天了，赵角灵该到落马坡了吧？这是苏秀才在镇上的几位同庄凑的，说是给苏兄进京赶考的盘缠。妈，您看，大郎吉人自有天相，这些好友都是顶可靠的人，这下解了燃眉之急了。妈，大郎看到这个圈就知道您想他了。爸，您快收起来，要是让妈知道您在这装模作样，非得把您打出去不可。行了，别转了，考不考得上他都是咱儿子。老头子，你胡咧咧啥呢？快对着地上连呸3声，快点！妈，您在家心慌，不如咱们把攒的那些鸡蛋带上，去青石镇卖了，散散心也是好的。妈，同窗好友的人情是债，咱们能攒一分是一分，早晚得还。哥如今在布庄真是混开了，虽然看着傻憨憨，却是个内秀的。掌柜的不仅让去采买，连收钱款这种容易得罪人的磨练都交给了他。妹子，亲家咋来了？你们正好，我这儿刚收完账回来，咱们边走边说。哥真是变了，不仅成了主顾眼里的熟人，办事也越发老练。妹子，哥现在赚的不多，也就混个脸面。等妹夫你夫中了举人老爷，杀了吃肉，图个鲜嫩红火。哥，这小家伙再养2个月也长不了多少肉，你这是存心讨彩头呢。好彩头，真是好彩头啊！捷报！捷报！贵府苏元老爷招中耕耘科秋云第1名，解元！解元老爷，我的儿啊！回来了，真的中了第1名。秋月，我回来了。哎呀，大郎，你是解元老爷了，快起来！这使不得啊！苏解元，这是县里的嘉奖，祝贺本县出了苏老爷啊！解元老爷，秋月，过来。我答应过你的，从今往后，我要让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也不让你受苦了。你是老爷了，我只是个喂猪的农妇。我不在乎。怎么，昨夜都成事儿了，咱们这位举人娘子还在自卑呢？还自卑吗？我的举人娘子，你快别说了。小山村里终究是飞出了金龙，你的名声传遍了10里8乡。哎呀，大舅哥，不该叫苏老爷了。往后这县里还得靠大舅哥多多提携啊。到底只是个妾，连正经亲戚都算不上。大郎最是看不上这种货色。哥，如今你是举人老爷了，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怎么行？嫂子嫁进来这么久，也没给苏家添个1男半女的。这2个丫鬟叫春桃和夏荷，是我特意从赵府挑出来孝敬哥哥的，留着做妾，也好早日给苏家开枝散叶。说什么？把人带回去。我苏文远虽然身子骨还没好利索，但也算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吃过苦头，自然知道这世上谁对我好，谁对我是真心实意。至于其他人，还是别白费心思，更不必替我的家事操这份闲心。
见过解元老爷，你我郎就亲家，讲这些虚礼做什么？快坐。那可不行，今时不同往日，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解元老爷，我妹子也跟着沾光成了夫人。我不懂礼数是小，万一丢了解元老爷和夫人的脸面，那才是罪过。哥，你真是变了。大郎，这是我们布庄掌柜特意交代的，说是给解元老爷的贺礼。哎呦，这怎么使的？使的！这几日我在镇上可风光了。谁不知道我是苏解元的大舅哥？那些老主顾听说我来送礼，非要多打赏我几个跑腿钱不可。王大妈，赵府那宅子比祠堂大10倍，光伺候我的丫鬟就5、6个，我现在可是正儿八经享福呢。苏秀萍，你有完没完？这穷酸地方待着烫脚，赶快走！也不知道他看到我哥现在的模样，心里会不会有那么一丁点后悔。秋月，如今家里来往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手里现在有了县里嘉奖的银子，咱们搬去青石镇吧。进京赶考就在明年，那里清静，我也好安心读书。大郎、妹子，这几处院子我选了好久，这里最清静，离布庄也近。掌柜的一听是给解元老爷选房，不仅给假，还说钱不够，尽管张口。娘子，快看，这是你，这是我，泥人娃娃永远不分开。都当老爷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哎呀，苏老夫人，这可是刚摘的嫩黄瓜，特意给解元老爷补身子的。可不是，咱们苏家出了金龙，那可是全族的荣耀。往后大郎做了官，可别忘了带带家里人。当初大郎病得快死时，这些族亲个个躲着走。现如今他中了结缘，倒是个个都赶着来送礼。我现在也落得清闲，除了绣绣花、缝缝衣裳，倒真没什么重活计了。秋月，快！大郎在前面大街上被个女人缠住了。什么？在哪儿？就在前面转角。那女人又哭又叫，非要大郎负责不可。哥现在在镇上布庄混得开，谁都知道他是苏解元的大舅哥。既然连他都慌了，那场面定然是不小。苏文远，众目睽睽之下你轻薄了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你得负责。光天化日，姑娘请自重。我家中已有发妻恩爱两全，望姑娘尊重你自己，也尊重苏某。住手！你方才大庭广众之下报了我，人人都看到了。苏文远，你可是解元公，难道想始乱终弃？你必须得为我负责。那姑娘倒是说说，要我如何负责？解元公苏文远竟遇上这般事的，大家闺秀当众拉扯苏文远衣角，此事怕是难有善了。青石镇的街坊邻里都亲眼见证此事，苏文远当众封驳我，苏文远必须给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我苏文远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我倒要听听。姑娘要我给出什么样的交代？我乃大户人家的千金，身份尊贵，岂能与人共侍一夫？你家那个乡下媳妇儿出身贫贱，目不识丁，根本配不上你现在的身份，自该让她下堂求去，腾出这正妻之位。他怎么敢？我这就去抓烂他的嘴！秋月，冷静点，大郎还在，你现在冲出去就是失了体面，说不得他正要看你失态闹笑话。姑娘的意思是，要让我家中那位，在我病入膏肓、半只脚踏进棺材时嫁过来照顾我，不分昼夜将我从死神手里照顾痊愈的妻子，下堂。方才姑娘在我眼前突然摔倒，整个人不由分说靠在了我身上。我是读书人，见死不救非君子所为，这才伸手扶了姑娘一把。如若姑娘当真觉得被苏某轻薄了清白，想让我休妻，那绝无可能。姑娘大可拿刀来断我一臂，以此谢罪，以证姑娘清白，如何？大郎休得胡说！你的手是要拿笔写字，要用功苦读，要考取功名的，绝不能毁在这里。姑娘，若是你今日非要断一枝才肯罢休，那便砍我的好了。我粗活干惯了，不怕。大家快评评理啊！这解元夫人长相如此平庸，满手老茧，这一身土腥味儿，如何能与我家身份尊贵、貌美如花的姑娘相提并论？人们终究还是更喜欢美好的人和事物。这一刻，我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局促。解元老爷何等风流人物，这娘子确实寒酸了点。是啊，
解元夫人不说要貌若天仙，总该会点吟诗作对吧？解元是个令人钦佩的名头，人人倾羡的背后，也希望他的娘子能同样优秀。可惜，我不会读书，更不会作诗，我只会在家里喂猪养鸡，满身土腥味。我真的跟他是一个世界的人吗？诸位口口声声说他平庸，可你们知不知道，他在我重病垂危、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时候嫁过来，对我这等将死之人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我缠绵病榻这几年，是他每日不嫌脏累给我洗头，是他用轮椅推我出去晒太阳，他从未觉得我是个活不了的人。试问，在座各位，这种情谊，你们有谁能做到？姑娘，今日之事本是误会，苏某从未轻薄过你，你也不必再闹。当着全镇百姓的面，我苏文远还是那句话，我只要我夫人，其他女人再好再美，我半眼都不会看，更不喜欢。夫人，咱们家去吧。解元老爷真乃重情重义之人。是啊，这才是读书人的风骨，不忘糟糠之妻，难得难得。这青天白日的，简直是让人嫉妒的牙酸呐！后来我托人问了，那女子哪里是什么受了轻薄，分明是故意的。故意的？那是城里周家的一位庶女，他们私下里拿我打赌，赌我这个新科解元会不会爱慕虚荣、攀龙附凤，会不会抛弃家里的糟糠之妻。他赌赢了就能做元夫人，且自觉有几分姿色，定能让我动心。可惜他算错了人，经此一闹，周家嫌他丢人现眼，已经匆忙将他远嫁到外地去了。这辈子怕是都不敢再提这桩丑事。娘子，今天让你受惊了，都是为夫的错。我给你保证，从今往后，我身边连只母蚊子都别想咬我一口。哦，那公蚊子呢？公蚊子倒是可以商量，除了他们，我心里眼里可就只有娘子一个人了。你呀，堂堂解元宫，说这种胡话也不怕人笑话。秋月，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被那疯女人气着了？都是我不好。许大夫，您快给瞧瞧，大郎媳妇这吐得厉害。恭喜苏解云，贺喜苏老太爷、老夫人。娘子这哪是生气啊，这是喜脉，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瞧瞧，这哪还有半点解元老爷的样？傻儿子，还愣着干啥？哎呦，我的小祖宗，这针尖裂剑的，万一扎着手惊了胎气怎么办？快放下！别动，别动，这种粗活我来。妈，我这才3个月不到，哪有那么娇贵？我说不行就不行，往后你就负责躺着吃，躺着睡。苏母那副严防死守的架势，就差没把我供在神龛上了。别人不知道，我心里最清楚。大郎被二婶下了那么多年的砒霜，身子骨早被掏空了。老许大夫曾私下叹气说，恐怕伤了根本，子嗣艰难。如今我怀上了，婆婆怎能不当成命根子守着？许大夫，她这会儿能动弹不？吃食上可有什么忌讳？我见她这2日爱吃酸的，要不要紧？她是不是得一直躺着，躺到生才行？可我又怕她总躺着憋坏了。苏夫人不必过分忧愁，凡事自然而然就好。若是留不住，那也是天意，不要强求。若是留得住，也千万不能太过谨慎，否则反倒惊了胎气。你这老头子说什么胡话？什么强求不强求的？走走走，以后别进我苏家的门！为了我那大孙子，我这把老骨头豁出一切也要守着。大郎，快看，是个闺女，就叫她喜妹吧。好，好，这是上天给咱们最好的恩赐。喜妹，爹爹发誓，明年定要把那金榜头名拿回来，当做你的生辰礼。哥现在都是解元宫了，一个女儿而已，至于激动成那样吗？将来家产还得靠男丁撑着。女儿怎么了？哼，苏秀萍，你自己不是女儿身，你在苏家这么多年，
难道爹娘因为你是女儿就苛待过你半分？捷报！贵府苏文远老爷高中庚子科殿试榜眼，圣上钦点入翰林院。喜妹，快听，这是爹爹给你的生辰礼，这是爹爹的喜讯啊！快听，外头敲锣打鼓呢，咱们家喜妹的爹爹真的要把你生辰礼挣回来啦！秋月，大兰托人带来一封信，说是要咱们搬到京城和他住一起，要不咱们明天就搬过去吧？好。哥说了，来年他也要调到上京分号做掌柜，到时候爹娘也会被他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在上京团聚。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咱们这泥腿子竟然也能去上京见世面了。这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是沾了大郎的光了。那家里的鸡和猪都没带过来，白瞎了。怕啥？到了这天子脚下，咱们接着养猪，一定要养出全京城最好的猪。娘子，咱们回家吧。娘子，这便是咱们在京城的家了。目前虽偏远些，委屈你了，只能先暂时住下。但日后我不委屈，大郎，这里很好，真的很好。爹爹爸，爹爹爸。这地儿向阳北风，好，就在这儿圈块地养鸡。真好，管他是荒村还是上京，只要一家人聚在一起，这日子就是踏实安稳的。辛苦大家了，大家小心点，别磕碰到行李。文远、秋月，都归正好了。布庄长板只许了我半天假，我得赶紧回店里了。明天歇工再来看你们。哥哥辛苦了，上京布庄这边的打理还得有劳你多费心。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妹子，好好过。哥现在在上京分号也站稳了脚跟，说是以后也能帮衬我们一些。翰林院这地方清贵，活儿却一点不少。大郎经常忙到月上中天才能进家门。今天家里都好，你没累着吧？一切都好。京城啥都贵，咱们自己养点鸡，能省不少钱，还能给文远和喜二补身子。妈，大郎现在可是朝廷命官，您这儿还当他在家考举人呢。官再大也得吃鸡蛋，不是？跟着爹爹念：2个黄鹂鸣翠柳，2个黄鹂是溜溜。这是什么？这么沉？路过东街，闻到这桂花糖糕刚出锅，香气扑鼻，想着你和娘肯定爱吃，就特意排队买了些。今日陛下在便殿召见，问及地方农食物，我便将当年在清溪村的见闻说了，尤其是娘子你当初如何养鸡攒蛋，如何舍掉唯一的银簪换鸡补解我的旧事，我也略提了几句。你怎么能在陛下面前说这些？那都是些乡下的微末小事，万一陛下觉得你不成体统，怕什么？我说的是实情，更是社稷根本。陛下听后感慨地说：“民间疾苦，方知物力维艰，居庙堂者万不能忘。”我惊的是他竟敢在御前提起我这个农妇，暖的是他即便身披官袍，也从未看清过往那些艰难岁月，心里就像被这块刚出炉的桂花糖糕熨过一样，又甜又软。哥在布庄越来越得力了，分号的大事小情，掌柜都交于他打理。这京城的生意场啊，虽说水深，但只要咱们诚实守信，总能闯出个名头来。如今的哥哥和清溪村那个愁眉不展的汉子，早已判若两人。
你哥是个有出息的，有实诚。当初，总归是咱们家对不他。苏秀萍自从那次捎信说一切安好，就再没了音讯。她在那条富贵路上，怕是再也回不了头了。今天喜妹3岁了，这是爹亲手给你擀的面。老爷，外面有客拜访。苏大人、苏夫人，在下姓周，冒昧打扰。听闻夫人家中擅长养鸡，鸡蛋品质极佳。在下家中老福米弱，御医说若能有农家散养时天然谷物的出生蛋最为温补。在下多方打听，才求到了苏大人府上。养鸡下蛋，在清溪村是再寻常不过的活计，到了这京城，竟成了被人上门求娶的妙计。啥妙计不妙计的，不过是乡下人过日子的小把式，当不起您这么夸。鸡蛋倒是自家鸡吃的谷米菜叶，绝没喂过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好，要的就是这份纯天然。这往后3个月的鸡蛋，我周家全包了。若还有多的，务必请优先卖于我家，价钱随夫人开。苏夫人，那我就先告辞了，拜托了。周老爷慢走，常来啊。这几个鸡蛋咋就能值这么多钱？跟抢钱似的。爹娘，秋月，这在京城，物以稀为贵，更以这个纯字为贵。周老爷求的不仅是蛋，更是咱们这份天然和用心。咱们家这鸡养得好，全靠秋月当初在老家攒下的功劳。文远，我心里有了个别的念头。娘子有何高见？我瞧这京城里像周老爷这般讲究的人家肯定不少。咱们这院子虽不大，但要是好好规划，多养些鸡，不仅能贴补家用，说不定还能做成一桩正经的小营生。娘子想怎么做？咱们养鸡不能只盯着下蛋，鸡粪能肥地，院子里还能顺带种些草药或者时令菜蔬，一举两得。蛋能卖，等鸡长大了，品质好的直接供给出名的酒楼14。最要紧的是，一切咱们亲手过，保准干净踏实，不求大富大贵，但求细水长流，这样也能让爹娘有点事儿干，不至于在那儿闲得发慌。好，娘子真是思虑周全，此事不求一蹴而就，咱们慢慢来。明日下职，我就去打听打听附近有没有合适的田产或者庄子，若能租下一处稍大的，娘子的本事也就有地方施展了。那便说干就干。妈，这些鸡苗得用专门配好的粗粮拌碎菜，这样长出来的才结实。放心吧，儿媳妇儿，我这当年持家的本领可没丢。这鸡窝我加了3道横梁，别说刮风，下大雪也压不垮。爸，您现在可是咱们家顶好的土木师傅。几位掌柜，这就是我常跟你们提的解元夫人。咱们苏家的鸡蛋和鸡肉，在这京城绝对找不出第2家这么纯正的，蛋黄饱满，色泽确实地道。苏夫人，往后我们楼里的供应就指望您了。承蒙掌柜关照，咱们这儿做的是长久买卖，定不叫您失望。虽然还是小本经营，但这每月的进项越来越稳，日子过得是真从容了。听说翰林院的考评下来了，是个优，上司颇为赏识，往后要做的事怕是更多了。他那书生抱负终于在这上京的天地里扎下了根。1只2只3只，叽叽叽，曲项向天歌。喜娘快看，月亮里住着嫦娥仙子，还有一只终日捣药的小兔子。爹爹，月亮上也有小鸡吗？月亮上或许真的有吧，不过啊，不管是哪儿的鸡，都没有咱们喜妹和娘亲养的小鸡好，对不对？这日子真是以前在清溪村做梦都想不出来的福气。那有啥不敢想的？只要咱全家人都参不带，心往一处使，手脚勤快砍干，这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这路起来的坎坷有之，辛酸有之，但更多的是咱们相扶相持的温暖，还有这一份脚踏实地的希望。秋月，还记得我当初在老家许诺过你的话吗？记得，你说要让我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也不喝那淡水一样的鸡汤。这诺言，我苏文远一直记着，一日也不敢忘。这诺言我一直记着，但如今，我更想和你一起，让爹娘能安安稳稳的在这京城养老，让咱们喜妹快快乐乐的长大。我想让咱们这个家，无论以后搬到哪儿，
都能像今夜这般圆满亮堂。日子还长着呢，只要咱们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处，哪怕前头还有大风大浪，也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秋月，今日上司跟我透了些口风，说是想派我外放去地方历练1-2年。那职位虽然不高，确实能实实在在为百姓办点实事，只是选的地方可能有些偏远，条件比不得京城，肯定会受不少苦。秋月，你愿意跟我去吗？瞧你这话问的，你是我的夫君，你去哪儿，我和喜妞还有爹娘自然是都要跟着去哪儿。京城确实繁华，但这家从来不是因为京城的宅院气派，有你的地方才是咱们的家。当初清溪村那种死人堆里的日子咱们都挺过来了，如今还有什么好怕的？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吃饭啦！慢点跑！敕令下来了，去南方临川县任知县。临川好啊，那地方我熟，布庄在那儿有生意往来。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民风淳朴，司马可是天下一绝。妹子，你们先去扎根，等我这边京城分号理顺了，看临川那边的情况，说不定我也调过去，咱们还能聚在一起。舅舅，听人说南方蚊虫多，这些艾草得带足了，可不能让喜妹和大郎受罪。京城的土贵，临川的土总归能让老头子我跑2下，这些工具得带上，省得在那边再花钱置办。唉，苏大人这一走，我这老母亲可就难吃上这般地道的出生蛋了。苏夫人，您若在临川也养起了鸡，务必给周某留着，哪怕山高水远，在下也愿派人去临川取蛋。娘，咱们去的新家也有小鸡吗？会有的，爹爹和娘亲还有祖父祖母会给喜女养很多很多健康快乐的小鸡。小鸡，小鸡。秋月，怕吗？不怕，有你在，有家在，哪里都是好地方。前路或许仍有不易，但只要咱们携手同心，日子总能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最好的结局，也是最好的开始。